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57年屬雞別大意。年底有件無法逃避的事，越早知道越好。1957年的屬雞人，到了年底真的千萬不能大意。很多事情你可能以為還能拖一拖，以為等到明年再說也來得及，但命運在這個階段就是這麼直接。有些事一旦到了點，它就會自動跳出來，讓你必須面對，必須解決，必須做一個決定。你越早知道，越早準備，越能把風險壓到最低，把機會抓到最大。可是如果放任不管，明明能化小的事就會變大，能解決的麻煩变成困擾好幾個月，甚至影響你明年的財運和整體運勢。所以今天這個視頻你一定要看進去，因為它真的和你年底的關鍵命有關。先從屬雞的五行特點說起。1957年丁酉年出生的人，天干為丁火，地支為酉金。丁火性格溫和、細膩、堅持，但比較慢熱。酉金則象徵規則、秩序、理性、精明，也代表隱藏的財富與家底。從五行結構看，火克金，金又被冬季的水弱化，所以在年底這種水旺的季節，你自身金的力量被壓制的比較明顯。這種格局很容易在生活中表現為積壓的事突然爆發，之前隱藏的問題一下子浮出水面，原本以為以後再處理也沒事的事情突然變成當務之急，讓你不得不馬上做決定。很多1957年的屬雞朋友今年走到這一階段，都會經歷一種類似的感受。以前拖着的、想不到的、很久沒處理的東西，現在突然變得非做不可。所以說，這件無法逃避的事，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災，而是積累已久，到了年底必須收尾的事。那這件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說無法逃避？主要集中在以下3種類型。第一種與家庭有關，比如家人健康問題、長輩護理安排、財產分配、房產整理、遺產確認、家庭責任承接等等，這類都屬於不做不行。第二種是和健康有關，明明之前身體就給過你提醒，但你一直沒太當回事，可年底身體的五行被水壓制，就特別容易讓小問題變大問題。所以很多屬雞人到了年底必須面對體檢、治療、複查、調整身體的問題。第三種則和財務結構相關，尤其是1957年屬雞的人，大多過了花錢衝動的階段，但年底會出現需要一錘定音的事情，比如要簽署某份協議，要認定某筆資產，要處理某項債務，要承擔某份責任。這些事雖然不一定是壞事，但一定是必須做、必須面對的事，而且會影響到你後半生的生活結構。這就是為什麼對你來說，越早知道越好，越早準備越輕鬆的核心所在。年底這股水旺金弱的力量，會把你所有的拖延推到面前。這不是壞，是一種命運的提醒，是告訴你，該整理的必須整理完，該處理的必須處理清，該放下的必須放下，該拿起的必須拿起。只有這樣，你明年的運勢才會更順暢。再說運勢的整體變化，1957年的屬雞人在年底有一個特別明顯的趨勢，就是舊局清算，新局開啟。這年紀的人大多已經經歷過大風大浪，人情冷暖也看得透，但偏偏年底這種命格的推動，會讓你重新面對曾經忽略的問題。你可能突然意識到某些事不能再交給別人，也不能再拖下去，你的心態也會轉變，原本不想操心的，
突然又覺得這樣下去不對，原本覺得無所謂的，現在覺得必須要做到位，這就是運勢推動的結果。你可能會覺得年底特別忙，特別累，不是那種體力的累，而是心累煩累。但這種累其實來自命運希望你把舊的關掉，把新的打開。你越是把這件無法逃避的事處理得清晰，你接下來的運勢就越順利。財運方面也很關鍵。1957年的屬雞人在年底，財運表面上看沒有大起大落，但它其實暗藏2個重要的節點，一個是清賬節點，另一個是重整節點。清賬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該花的要花，該處理的要處理，不能再拖，也不能再讓某些不確定的東西長期佔據你的心。比如長期未處理的房產，未理清的賬務，需要整理的合同，家族財產的規劃，這些都得在這段時間進行確認。很多屬雞的人年底會碰上某種財務決定，可能是一筆需要支付的費用，也可能是某項收益的最終確認。只要你提前準備，它不會傷你的財運。但如果你忽視、拖延，那它就有可能變成壓力。而重整節點意味着你年底做的決定，會影響你未來3到5年的財富格局。比如錢該怎麼花，資產怎麼分配，房子要不要處理，要不要承擔某項義務，某份協議要不要簽，這些都不是小事，而是決定你未來財務狀態的關鍵。你也許會覺得年底財運有點緊，有點沉，有點壓力，但這不代表破財，而是命運讓你把舊賬清乾淨，為明年的貴人財運做準備。說到貴人，年底對1957年屬雞的人來說，確實有一個貴人信號，只是他不是送錢來的貴人，而是提醒你、點醒你的人。有些人會在你迷糊、猶豫的時候給你一句點醒的話，有些人會幫你看清某份文件或某個決定的風險，也有人會在你需要支持時伸手。這些看似小的幫助，往往能避免你做出錯誤決策。所以年底這段時間千萬別閉門獨撐，有事多問，遇事多溝通，這能讓你少走很多彎路。從心理能量來看，1957年屬雞的人到了年底，最容易出現的就是想靜下來，不想處理事，被迫做決定，越拖越煩的狀態。這其實是因為金被水壓制導致的思維混亂感，再加上年底瑣事變多，整個人容易心火不順，情緒煩躁。如果你出現睡不好、心累、提不起勁，想逃避某件事，那恭喜你，你真的正好走進了無法逃避的節點。這並不是壞，也不是劫，而是你必須面對的現實提醒。那麼應該怎麼做？最重要的就是2個字，不要拖。是越拖越大，越拖越耗你的能量。只要你肯邁出第一步，哪怕只是把相關資料整理出來，把相關人約出來談，把要做的事排進日程表，你就会發現事情沒有你想的那麼難。年底這件事也許會給你帶來一定的壓力，但它絕不會要你的命，更不會毀掉你的人生。它只是一道你必須跨過去的關卡，你跨過去了，等着你的就是順、輕鬆、明朗、踏實，是一種終於卸下心裡大石頭的感覺。跨不過去，就是明年的運勢被拖住，貴人運延遲，機會被阻塞。所以趁現在，早知道，早準備，就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最後給你一句最關鍵的話，1957年屬雞的人，只要敢面對年底這件無法逃避的事，明年你的好運會以你想不到的速度湧進來。你的人生不會因此變差，反而會因為這次的整理變得更乾淨、更輕鬆、更有掌控感。命運不是來嚇你，而是提醒你該做點總結了，該清理了，該放下了，該準備迎接新局了。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
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